要是有一个地方能把你吸引留下来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地方了。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啊？因为我爱你，蓉蓉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不相信。我是认真的。好，那你回答一个问题，答对了我就答应。你又要故意出一些有关树木的问题来刁难我了啊？要不要随你了？你真狡猾你！你大姐他们还说你是最乖那一个，我看他们全部都受骗了。好吧，好吧，你问吧。好，那我问你，红树林有什么重要性？请列出5大功能。哇，小姐，这不是一个问题，而是6个问题嘞。那你答不答？知道我对植物学一窍不通啊！惨了惨了，这次我的老婆真的要飞走了。那你答不出是吗？放弃吧。给我一点暗示吧。100万大赢家都有4个答案可以让我们选啊。那你要不要50-50，或是电话支援啊？有的话，那当然是最好啦。那算了，当你不及格啊。哎，慢着慢着慢着，我尽力试一试 ，OK？ 红树林啊，红树林是热带雨林的独特生态系统。红树林的植物根部除了为鱼虾提供栖身之所之外，还能够保护海岸线不被冲蚀，也是天然的水质处理系统。根据估计，1公顷的红树林能够完成一间价值是23000美元的机械水质处理工厂的工作。当然，红树林的树木也是上等的建筑材料，有一些甚至还具备了医疗作用。最后，人们还可以在红树林里面采沙和养殖鱼虾。最狡猾的人是你啊！当然了，如果你要跟一个植物学家在一起，就得多认识一点植物，要不然他把你丢在红树林的沼泽里，那就很惨了。嗯，好啊，那我现在就把你丢掉。哎，我还要你亲口告诉我，告诉你什么？我莫柔柔愿意嫁给应天阳为妻。我没听到，我没听到，我没听到，我没听到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有没有受伤？没事啊，我这双脚就是这个样子，我每次一紧张就会没力。没关系，有一个能背你一辈子的人在这里。你还没告诉我答不答应？如果我不答应，你会怎么样？那我会变成一棵树。为什么？因为树不会伤心啊。谁说的？树也是有感情的。有人做过实验，如果你每天跟植物说话，它就长得特别快。那我应该是长得最矮小的那一棵树了。柔柔，你愿意陪我留在这里吗？这个度假村开发的真不错。天阳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很有心思，这回玩完啦，大家可以放心了。是啊，单单看他这次为柔柔所准备的一切，就已经可以证明他对柔柔的诚意了。嗯，现在男人很少有这么细心的了，有些男人就是不晓得自己身边的女人心里在想什么。现在在你身边的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那个男人
一定是非我莫属。你说我敏感也好，说我嫉妒也罢，我觉得你对婉婉比对我还细心。就好像你发现那个杨雄缠着婉婉的时候，你就会马上跑去保护婉婉。那个姓杨的一直对婉婉不怀好意，老是想吞掉她的店。你不要那么激动嘛，我都说了，可能是我比较敏感。女人是不是很麻烦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不够好？不是，只是我总觉得你的心里好像还有什么在隔着。有东西隔着？难道莫文的心里是隔着一个我？雨洁，我不是一个很会表达感情的人，所以，请你不要怀疑你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。我们结婚好吗？连何医生都发觉他对我特别好，那就不是我自己敏感啦。所谓日久生情，他对我有好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吧？不要再做梦了。是啊，我是常常跟自己说，不要再做梦了，你不会再回来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不会再看到你了。不过有时候，我真的希望你就在我身边，就好像现在，如果你能够跟我一起看海就好了。这他在跟谁讲话啊？再过2个月我就要结婚了，结婚后我会生孩子当妈妈，然后我就老了，再然后我就会死了。不知道到那个时候，我会不会已经忘记你？可是我希望我不会，这样我就不会那么寂寞了。姐，什么事？喂，我又看到晶晶自己在跟自己讲话了。啊，是吗？就是了，我看到她自己一个人坐在海边，一直讲个不停。我原本还以为她在跟阿明说话，那你知道我一看什么人都没有。上次也一样，我看到她拿这个电话一直讲个不停，我以为她在跟谁讲话，讲了那么久，我就偷偷跑去听啊，根本没有人呢。喂，你们可要小心一点呐！为情所困的女孩子啊，她们是最想不开的。这里可是四面环海啊！如果你们不看紧一点呐，明天早上我们就少了一个人了。不要乱说话了，什么不接一个人，什么为情所困，不是吗？因白对有情人拆散，一个是梁山伯，一个是祝英台，当然是为情所困啦。我当年就是太好心，心肠太软，所以才没有拆散你跟玲玲啊，要不然玲玲都不用吃那么多苦了。喂，大姐，什么吃苦？以前呐，我还不是给她大鱼大肉，出入大汽车。只不过我现在呢，运气是不好。那等我以后翻身了，翻身啊！你有没有看过咸鱼会翻身啊？笨死！姐啊，你别理他了，他那张嘴巴就是这样的。我想你也不需要太担心了，晶晶可能是太寂寞了，有人陪她聊聊天就没事的。阿明呢？他
他不陪晶晶跑到哪里去了？哇 ！See, I close my eyes also can chop. 哎，那个，阿明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在砍鸡给大家做午餐啊。哎呦，你以为你在狗不讲卖鸡饭呢？这里是人家地方，让人家做啦。没关系啦，反正我没有事情做嘛。怎么会没有事情做？去陪晶晶啦，陪她到处去走走。本来我是要陪她的，可是晶晶说不用啊。你们总得商量一下婚事吧？都商量好了。这么快？是啊，酒楼啊、花车啊、婚纱都订好了，只要等回去后呢，带晶晶去看就行了。就你一个人做主？是啊，晶晶说让我来决定的，我也觉得这样不错。男人嘛，应该由我做主的。连她的婚纱也由你做主啊？是啊，我帮晶晶选了一件啊，很漂亮的，晶晶见了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婚纱店的老板说啊，这件婚纱范文芳穿过来拍照的。范文芳的婚纱，晶晶能穿吗？我们晶晶的身材比她好多了。会没？啊，长了，他还自己跟自己笑，他是不是发神经了啊？真的。哎，你们在那边做什么？在笑什么？姐，过来这里坐啊。哎呀，小心小心。哎呀，我在跟晶晶讲我们小时候的事。有一次我们去给龙，那时候晶晶和月燕才2、3岁。妈喊吃饭的时候啊，怎么找都找不到你，我们大家都很着急。后来就听到厕所里传出你的声音，就跑去看，门一打开啊，都没有人。原来你掉进那个厕所洞里，还抱着一根柱子喊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后来你每次上厕所太久，妈就会骂你，你是不是会掉进马桶里啦？大姐，你是不是真的掉进马桶里了？不是啦，那时候的给龙啊，哪里有马桶的？是在一个木板上开一个小洞，然后就蹲在那里，就解决了吗？哪里知道那次的木板呢烂了吗？我一脚踩下去，整个人就掉进马桶里。哎呀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，妈妈知道啊，赶快跳下去把我拉起来啊。妈妈不怕脏啊？那是海来的，你以为真的是粪坑吗？姐啊，就只是粪坑啊，妈也会不顾一切跳下去救你的。那爸爸呢？不要跟我提起这个王八蛋啊！我听到就气啊。其实我现在对爸都没有什么印象了。当然没有什么印象了。那时候他多久才回家一次？我还记得有一次啊，他可以连自己的家在哪里都不记得，还把别人家当作是自己的家，这还不要紧。他甚至可以连你跟燕燕都分不清楚谁是谁啊！气到妈妈差点把他赶出去。爸爸长得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，家里连一张他的照片都没有。这种人这么绝情，你要记得他做什么？妈妈病到快要死的时候，我去求他到医院见妈妈最后一面，他都不去呀，害到妈妈死的时候都没有闭上眼睛。我一想到这一幕我就心酸。妈妈临死都放心不下我们这几个姐弟，他呢，却去泡上一个有钱的富婆，2个人逍遥快活。这些年来，你说他什么时候来看过我们？有没有尽过当爸爸的责任？一点都没有啊！那你们说，我们还要这样的爸爸来做什么？后来我听说，他跟那个富婆生了一个儿子，哼，更加不会想我们了。你快放我下来吧，我没事了。不，我第一次握你的时候就不想再放开，第一次背你就不想再把你放下来。我可不想把你累坏了，那以后谁来背我？明天等我爹地妈咪都来的时候，趁大家都在，我们就宣布我们要结婚了。你不用跟你父母亲商量吗？我爹地妈咪那么喜欢你，你说我们还需要商量吗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又不能在你事业上帮助什么，我也不会应酬。我现在又不是在找一个商业伙伴，
可是我也不会做家务啊。我也不是在找一个女佣啊。我姐姐常说我是个书呆女。我在商场上看到太多人性的丑陋了，所以有一个善良的书呆女陪我过一辈子，她已经是我最好的礼物了。对不起啊。你怎么了？着凉了？这里风大，我们先回去休息吧。妈妈去世的时候，我相信我是哭得最凄凉的。我不止哭妈妈，也哭自己。我真的很怕，我不知道怎么照顾你们才好。那个时候，除了你二姐，你们都不懂事。妈妈留下来的钱又不多，一下子就用完了。我为了要照顾你们，只好去多打几份工。那个时候，很多人都叫我把你们带去给爸爸，这样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可是我在想啊，他对妈妈都可以那么绝情，又怎么会对你们好呢？如果我把你们丢给他，说不定还会给那个富婆虐待啊！我打死都不会把你们交给他的。日子再怎么苦，挨一挨也就过去了。大姐，你好可怜啊！傻瓜，可怜什么？谁叫我是大姐呢？大姐最希望就是看到你们能够幸福，能够过好日子啊。你跟燕燕虽然是双胞胎，但是你们的性格完全不同。燕燕鬼灵精怪，知道怎么样才不会被我骂，而你呢，却是被我骂、被我打的最多的。现在燕燕不想看我脸色了，我也不会怪她，毕竟你们一个个都大了，总有一天也会有各自的生活。好像你哦，你再过2个月你就要嫁人了，你有一个归宿，大姐真的很开心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开心，你明白大姐的意思吗？我们都希望你开开心心的结婚，开开心心的坐上新娘车。我知道了，大姐、二姐，我会很开心的，我一定会笑嘻嘻的坐上新娘车，这样拍照才漂亮嘛。晶晶啊，开心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表面上嘻嘻哈哈就代表开心的，你懂吗？我懂，我懂。女人在结婚那天呢，应该是最幸福、最开心的，因为从此以后她会跟她最心爱的人白头偕老，所以她必须要真的爱那个人才嫁给他，否则是不可能会开心幸福的。你二姐的意思就是问你，你是不是真的爱阿明？晶晶，我们都是好姐妹，你心里想什么不要放在心上，说出来，我们可以商量的。为什么你们老是问我有没有心事？我没有，我很开心啊，我也很爱阿明哥。那就好了，那就好了。那等你结了婚、生了孩子，我就要当老阿姨了。哼，看来我不认老都不行了。那我就不要生孩子了。为什么？那大姐就不会老了。哎呦！哎呀！时间到。唉，
做了镭射，舒服多了。你看，这皮肤多有弹性，这手跟脚一定要好好保养的，不然人家一看就知道我年过40了。滑溜溜，精神爽，换件花预约小碗。哎呦，我刚出门之前明明烫好的嘛，怎么会皱成这样？哎，讨厌呢。Excuse me, miss. Yes, sir. Can I have an iron, please? Yes, okay. Thank you. Okay. 哈，我的小婉有没有在房里呢？去约她到海边散步。小婉，咦？婉婉，小婉。哎呦，怎么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？天哪，这么皱怎么穿？唉，所以我说啊，没有一个细心的男人照顾我，还真的不行。进去冲个凉休息一下，很快就可以 barbecue 了。啊，喂，你觉得他怎么样啊？我上次问他，他一样说没有心事，说很开心，就快要嫁人了。姐啊，也许我们太多疑啦。有些时候呢，我们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喃喃自语的。医生说这是疏解压力的一种方法。女孩子要出嫁前总会有点紧张的嘛，对咯，但是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紧张，那才有问题啊！他连婚纱都叫阿明帮他选啊，你说怪不怪？哪有一个快做新娘子的，一点都不紧张自己的婚纱？真的吗？阿明告诉我的，那就有一点不对劲哦。你没有发觉他最近越吃越瘦？我都说他快要像你这样，连屁股都没有了。如果说他有心事的话，那就是他放不下那个小心喽。什么小心？他真的是害人呢。我就是怕他想不开，所以才带他出来散散心。我没有想到这里周围都是海啊。你是怕他？刚才你老公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我们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。哎，我看啊，我还是叫他搬过来跟我一起睡哦。那也好。我的 bag 呢？Hello. You see my bag? Bag? Bag, yeah. Ah, that's true. That room? Yeah. 谁把我 bag 拿到那间房间了？抗议喽！这是我的内衣吗？那为什么还乱动？你还敢说啊？你知道你的衣服有多皱吗？这女人最重要的是形象，尤其明天你就要见天阳的父母了吗？更不能失礼。你看，我已经全部帮你烫好了，感动了。其实你不用谢我的，我这个人很喜欢做家务的。以后你嫁给我，就算你不想请佣人，也可以在家里翘脚，因为一切有我嘛。老毛病复发了，来，放松。哎呦，放松，深呼吸啊，深呼吸，来，呼吸，呼吸。呼吸，呼吸。对了，怎么样？舒服点了吗？哎，来，我帮你按摩哈。来，等一下你就很舒服了哈。来，舒服吗？要不要大力点啊？哎呀，来，多一点，来，舒服啊。舒服吗？舒服啊！
你干什么？哎呀，你做什么？你对婉婉她。哎呀，婉婉，你不舒服，快躺下啊！你走开了。我帮你检查一下。我没事。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都是他害的啦！我怎么害你？我只帮你烫衣服而已嘛。你神经病啊！小婉，他这个人真的是神经病啊！太过分了，他怎么可以私下跑进你房间拿走你的衣服呢？他这么紧张，可见心里是很在乎我的。小婉，哎，你看，你还漏了这个。哎呦，你去死了你！哎，小婉，请你不要再打扰他了。怎么？这里是医院咩？要你这医生管咩？哼，小婉，刚才我跟你按摩的时候，我发现你鼻子有很多黑头了，要不要我帮你做飞射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飞射你的头啊！哎，真的，我有一支100多块的洗脸刷，我先让给你用。我没有钱，也没有兴趣。哟，你不要跟我客气了，我马上去拿哈。哼，我真是给他气得爆血管了。诺文啊，你能不能够答应我一件事？什么事啊？如果有一天我也像林金彩这样，突然间爆血管倒下去了，你千万不要救我，让我走得爽快一点哦。你在说什么啊？人很难说的，你看像林金彩那么健康的人，都会突然间倒下去了，更何况是我这么胖啦。我不会让你倒下的。虽然你是个好医生，可是如果我真的要倒下去，你也没有办法吧？我会想尽办法不让你有机会倒下。我以后每个星期要你来给我检查。不用这样紧张吧？不要讨价还价。可是，难道你不听医生的话？即使你不听医生的话，也该听方诺文的话。我为什么要听方诺文的话？因为方诺文如果没有你，就会走出他生命中的阴影。如果没有你，他到今天都敢在脱下一身袍之后面对其他人。所以，你是上天赐给他最值得珍惜的朋友。死太监房里，紧张到差点要跟他打架，后来又那么担心我的健康，还说我是上天赐给他的。也许他真的是喜欢上我了呢。其实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，要不然他女朋友怎么也感觉到了呢？如果诺文真的是爱上了我，那他女朋友不是会很伤心吗？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嘛，爱情是不能勉强的。莫婉婉，是谁让你恢复这苗条的身材？是他。是谁说你是上天所赐给他的？是他。是谁让你打破做老姑婆这个念头，而决定一生跟着他？也是他。那今天你是不是决定嫁给他，永不后悔？是的。那请你们交换戒指。
怎么样？好点了没有？哎呀，你们看到我好好站在这里吗？人家好心关心你吗？不要对人家这样凶啦。我人就是这样，你不喜欢走开了。好好的一个梦，做梦会变成这样，都是这个死太监。那人呢？哦，天要带大家到处走走吗？我们看你睡得甜，不想吵醒你。他们现在男的在按摩，女的在shopping。我因为想你，怕你醒来寂寞，所以我就偷偷的溜回来陪你了。谁让你陪？你变态来的，你最好远离我一点啊！小婉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家？不是吗？偷偷摸摸的把我 bag 拿去你的房间，还把我内衣内裤全部拿出来烫，这不是变态是什么？帮人家烫衣很平常的嘛。以前我在外国读酒店管理的时候学过的，而且常常帮我的女同学烫，她们都说我烫得好嘞。哦，原来你早就已经是变态了，怪不得会变得男不男女不女了。你为什么老是说人家变态？人家帮你烫衣服也是关心你吗？难道你都不了解人家的心意咩？神经病啊！我才不用你关心啊！关心我心爱的人有错咩？嗨，姓杨的，趁现在这里没有人，你最好坦白一点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如果你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话，就不要偷偷摸摸，光明正大一点。你要我的店就直说好了。没错，以前我是想谋你的店，也说过要在最短的时间击垮你。可是你一次又一次的顶住我的攻击，我在想，我堂堂一个影视集团，竟然制服不了你。我先是惊讶，然后由惊讶转成敬佩，再由敬佩转成爱慕。我现在店也不要，好风水也不要，我只要跟你结婚。小婉，你做梦！你不要以为你这一招用在我身上会有效，你的甜言蜜语我不会心软，最好马上在我面前消失，要不然我一脚把你踢下水呀！我就是喜欢你这种魄力，我已经不能自拔的爱上你了。小婉，让我们在一起，共创美好的明天。以你的魄力，加上我的财力，我相信一定能够打造出一个伟大的影视王国，就好像 Bill Gates 他的电脑王国一样。神经病！小婉，你不要逃避了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不要逃避，不要逃避，放手！爱我的，不要逃避，给我放手！不要逃避，放手！以为我是跟你玩的？什么事啊？哎，他不会游泳。吓死人了啦！人家怕水的嘞。要是人家淹死了，你过得去咩？爱一个人没有罪的吗？就算你不喜欢我，你可以拒绝我，可是不能够阻止我爱你的吗？一个大男人竟然坐在那边哭了起来，真的是丢脸啊！要不是你赶回来啊，我就让他多喝几口水啊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。我们几个本来要去按摩的，可是他突然说不按了就跑掉，我担心他会回来打扰你，我就跟着回来，没想到他真的回来了。是吗？其实你不用理他，我让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。不是啊，刚才你老是骂他变态，我想还是小心点比较好。
他真的是害人进来的。难得你跟何医生出来度个假，却搞到要跑来跑去。我看了，你还是回去陪陪何医生吧。他难得有机会逛街买东西，还是让他自由一点吧。我陪你走走。说起那个姓杨的，你还是觉得他对你不怀好意吗？当然了，他以前连我的店都要烧掉，你说他这个人毒不毒？不过看他刚才那个样子，突然想，他说不定真的爱上你了。哼，那才怪啊！我肯定啊，他有什么阴谋诡计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因为我相信没有人会爱上一个像我这么又胖又粗鲁的女人哦。你不要老是贬低你自己嘛，你有你吸引人的地方啊。是吗？你不用安慰我了啦，我是有自知之明的。不是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跟你交往了这段日子，我发觉你有干劲，有魄力，有自信，这种气质是许多女孩子都没有的。我相信有些男人会为你这种气质而着迷。是吗？你是不是在说你自己？所以我不希望你老是把自己看得那么不堪，而应该打开胸怀，接受异性的感情。都快40了，还谈什么感情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别说你才40岁，即使是50、60、70，都可以谈情说爱的。在医学上看，爱情可以让一个人更年轻、更有活力，所以每一个人应该寻找爱情。老实说，谁不想寻找爱情？但是也总有个追你的对象才行吗？毕竟我们是女人啊，如果乱追的话，你不给人家笑你是发花痴才怪。那你有没有想追的对象呢？都七老80了，你不要问这些了，不好意思了嘞。可你又来了，刚才才说自己40岁，现在又说7老80，像你这样的想法是很不健康的。你不要老是在教训我哦，你应该关心一下你自己哦，你年纪不小哦，你也应该想想你自己终身大事啊。其实，我正想告诉你，我已经向雨洁求婚了，她也答应了。婉婉，真的？那就太好了吗？你们早就应该结婚了，那你整天就是这样拖了，现在人家何医生啊，等到颈项都长了，这不是好了？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吗？啊，你就是这样整天拖到现在，人家何医生啊，等，怎么这样看着我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在替你们高兴吗？谢谢。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没那么快，我们会先订婚。哎呀，订什么婚？早点结婚不是好咯？那是雨洁的意思。那也好啊，你们2个都那么忙，等比较有空，订了婚再结婚也是好的吗？这时间会比较充裕一点吗？婉婉，你是做梦？刚才骂那个死太监丢脸，现在你也来丢脸是不是？丢什么脸啊？人家会看上这个白痴才怪呢。婉婉，你走那么快啊？婉婉，你怎么了？我在跑步啊，我在跑步。哎，别跑那么快啊，小心有石头啊！婉婉，哎，小心啊！婉婉，你怎么了？不要再跑了，婉婉。婉婉，你怎么了？水好凉，快呀！
阿明啊，你可要向天阳好好的学习啊！你看他刚才往自己口袋一掏，就是一大把钞票，交给他的职员，要他带我们去最好的 SPA， 多豪爽，多有气派。阿明啊，你很快就要跟晶晶结婚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做二姐夫的，从头到尾就是吃过你一顿鸡饭。你看，你跟天阳比起来，是不是差很远？我是卖鸡饭的，天阳是做大生意的，我怎么可以跟他比啊？哎，话怎么可以那么说啊？晶晶跟柔柔她们可是姐妹，很多人自然会把她们的男朋友拿来比较的嘛。你以为在背后没有人说你的闲话吗？做男人呐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给人家看扁，要不然呐，以后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呢。哎，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当然不是要你像天阳那么阔气，不过也不可以太小家子气嘛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你请我们去见识一下名丹岛的夜生活，找几个小姐，开几瓶 XO， 让我开开眼界嘛。哎，田大花，你好交不交鸡王去花天酒地？等我回去跟大姐和二姐说，你说你会有什么下场？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是二姐派我来监视你的。这有什么好监视的？哎呀，这里又不是那些不正经的按摩院。二姐说，就是因为这里是真正的按摩院，所以怕你不正经，动手动脚，闯祸回不了新加坡。这是什么话嘛？她把她自己的丈夫当作是大色魔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丑人多作怪。你说什么？田大花，开我！你在背后这样说二姐，我听了就生气啊！自己去搞出一个大目光。我二姐不跟你追逐，你该高兴都来不及了，还敢骂我二姐是丑人？放开我！我是开玩笑的。讲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不要这样了。鸡王，给我听着，你最好是给我好好对我四姐，不要像她一样，要不然我也会捏断你的脖子。知道了。我开玩笑而已嘛，他干嘛那么认真啊？哎，masa sini。这间 SPA 环境优雅，设备齐全，按摩功夫又好。你们在这里呢，好好享受。我1个半小时之后啊，再回来接你们。小慧。清新的空气，终于能再次呼吸。深深的相信，战争有一天会平息。脑海里总响起，像空气快飞起，飞在天空里，享受难得的自己。眼前的世界里有太多的不可理喻，放下你的忧虑，跟随着我的节拍。只要你心有爱，总有一天你会喝彩。渐渐地看见你，放不下，要继续得注意。5, 4, 3, 2, 1, don't say you love me。用你的身体带出舞步与我练习。